上周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正式将中国国药的新冠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该疫苗不仅成为世卫组织认证的第6种安全有效的高质量疫苗，也成为了清单内的首支非西方疫苗。同时，这也是中国的传染病疫苗首次获得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授权。而当地时间周日，欧盟官员透露，欧盟6月底将不再和阿斯利康续签新冠疫苗采购合同。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所言，中国国药新冠疫苗是世卫组织认证的安全、有效、高质量的疫苗。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可及，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做出贡献。中方呢已经宣布了要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主要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急需。中方言出必行。我们正在就此同世卫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中国国药集团董事长杨晓明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旗下新冠灭活疫苗获得世卫紧急使用认证，代表疫苗将会供应到更多国家，为全球抗疫做出更多贡献。After 4 months of a strict review, on-site inspections, technical checks, and answers to the relevant questions, the inactivated vaccine was finally placed on the emergency use listing of the WHO. 杨晓明指出，国药集团目前正利用北京、武汉、长春、兰州等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持续扩大产能，一些国家将会参与疫苗的分包装工作，预计年产能将会扩大至30亿剂。统计显示，中国目前已经向全球多国提供了2亿4千万剂新冠疫苗，比其他所有国家疫苗输出总量还要多。除中国国药外，另外一款中国新冠疫苗科兴疫苗也已进入紧急使用授权评估的最后阶段。美联社报道称，世卫组织表示可能会于本周做出决定。目前，科兴疫苗已在32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授权，约2.6亿剂疫苗被分发。世卫组织战略咨询专家组的独立专家对科兴疫苗在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智利的3期临床试验进行了评估。专家发现，科兴疫苗可有效预防60岁以下成年人感染新冠。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在接受采访时宣布，欧盟目前没有与阿斯利康续签6月之后的采购合同，未来是否续购仍需观望。上个月，欧盟已正式对阿斯利康公司提起诉讼，因该公司未履行新冠疫苗供应合约，也没有确保疫苗及时交付的可靠计划。据悉，欧盟今年第1季度原本预定了1.2亿剂新冠疫苗，但阿斯利康公司只交付了3000万剂，第2季度预定的1.8亿剂只能交付7000万剂。双方将于5月26号在布鲁塞尔一家法院就此事对峙。经历数月的紧张关系之后，这场官司很有可能决定阿斯利康在欧盟的未来命运。除了交付严重延迟的问题，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问题才是导致严重信任危机的原因。阿斯利康疫苗是由英国牛津大学和瑞典跨国公司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一款新冠疫苗。去年11月，阿斯利康宣布疫苗试验成功，声称有效率可达90%。1个月后，阿斯利康首次被英国批准紧急使用。很快，该疫苗在多个国家获得批准，还被世卫列入紧急使用清单。然而，今年3月以来，多个国家报告接种完阿斯利康疫苗后导致血栓和血小板下降的严重副作用病例，部分国家宣布暂停该疫苗的接种工作。丹麦等国家则正式宣布彻底弃用阿斯利康疫苗。为实现接种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六宣布，欧盟与辉瑞续签了一份采购合同，将再次购买最多可达18亿剂的新冠疫苗。这将使欧盟成员国能够在2023年之前应对新的变异新冠病毒，并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而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表示，因为发达国家囤积疫苗，该组织牵头实施的新冠疫苗计划面临巨大的缺口，疫苗鸿沟急速扩大。欧盟不跟他续约，这部分势必会对它的股价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获利会产生一些影响。可是我们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在所谓疫情还是没有相对控制的状态下，它本身是没有分配到疫苗，甚至买不到疫苗，它还是必须要仰赖像这个 AZ 的这个疫苗，因为疫苗的生产不是说我今天一天可以达到多少万剂，全球这么多人口。而美国大量囤积疫苗的行为更是被国际社会所诟病。印度疫情失控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方面日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将向海外输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至于何时对外输出，提供给哪些国家，美方并未公布细节。
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又高调宣布将暂时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对于美方之举，却遭到欧盟集体唱反调。上周六，为期2天的欧盟社会峰会正式闭幕，欧盟各国领导人就暂缓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表示，欧洲需要加快疫苗生产，提高疫苗产量，保证疫苗分发公平合理。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中短期要讨论的问题，需从长计议。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称，放弃疫苗知识产权并不能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重点应该在终止对疫苗生产原料的出口禁令以及提高疫苗产量上面。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痛斥美国所谓疫苗专利豁免只是口头作秀，正是其阻止其他国家获得救命的疫苗。美国嘴上说要开放专利权，但实际行动中却将疫苗全部留给自己用。不认为说相对弱势的国家或者是能力有限的国家，它能够因为你开放专利，它就能生产。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开放专利跟生产这又是两码子事，因为它这个中间的制程，你复制制程可能是相对容易，可是你要去确保你的一些你的流程是不是完全符合你在研制疫苗当中或者是运送的当中，我个人认为说这些可能还是要观望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文章指出，美国支持疫苗专利豁免，或许为的是和制药商讨价还价，以便扩大疫苗生产。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突然以人道为由，宣布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这只不过是一场经过精心计算的公关秀。首先，白宫预计7月初将有70%美国人接种疫苗，足以产生群体免疫作用。在当前印度疫情全面失控之际，美国高姿态放弃专利，使其站在道德高地，赢得掌声，希望可从而提升世界领导地位。此外，白宫据报正研究方法，在疫苗专利开放后，防止技术落入中国和俄罗斯手中，凸显美国在处理疫情大流行时仍是政治先行。印度传出的疫情基本上已经不是只有这一周，可是在当下这之前，美国并没有做出这些决策。我个人认为，可能要从印太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因为印度之于美国在印太战略的这个角色里面，它在印度洋是占有非常吃重的一个地位。那美国会不会派援助的这个队伍，还是只是提供原物料，还是等等这些，其实可以看得出，就可以能够再进一步去判断说，美国在这一场世界的防疫战当中，它是不是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扮演，还是说只是就现在这样的登高一呼，说我愿意提供我既有的这个资源。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你好，那我们看到呢，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天超过了40万人，昨天还出现了4092例死亡病例。那么您认为面对这种形势，接下来印度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从当前防御抗疫的态势上来讲，印度乃至整个南亚与东南亚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惜的是，不少印度人还存在着2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幻想着通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救助来摆脱困境，二是幻想着通过打疫苗实现全民免疫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遏制疫情。我之所以认为这2个都是不切实际、解决不了问题的幻想，一是因为当前欧美国家的疫情并没有受到控制，他们即使想支援印度也是力不从心，力度也是有限的；二是杯水车薪，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前全球疫苗生产的进度根本就满足不了印度防御抗疫的需要，更何况现有的疫苗对于变种病毒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一个大问题。假如未来印度的新冠病毒再度出现更大的突变，那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因此，当前印度必须要丢掉幻想与侥幸心理，立即着手开展自救。而自救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中国已经被证明了非常有效的经验。第一步就是要立即宣布印度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甚至是出动军警来坚决执行这个紧急状态令。第二步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5封措施，也就是戴口罩来封嘴，通过禁止民众非必要的外出行为来封户，禁止民众出村或者出住宅小区来封村，禁止跨城区流动来封城，以及全面实施边境管控来封禁。而且在这种危急的状态下，
就先不要顾及什么自由权了，因为没有了生命权，所有的权利都将会是一句空话。第3步，这是要大量搭建临时性的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感染者，避免交叉感染。第4步，这是要在后勤保障上做好连续实施5封至少1个月的准备，千万不要做个半吊子工程，封锁还没几天，等疫情稍微出现好转了之后，立马就宣布解封。这次一定要封到全国范围内连续多天新增疫情为0为止。这些措施啊，虽然看上去似乎是非常原始、非常老土，甚至还有些简单粗暴，但却是非常管用，同时从中长远来看也是非常省钱的一个办法。我甚至认为，不仅仅是印度，包括那些疫情尚不如印度严重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应该采取这种极端的5封措施。否则的话，你不在疫情尚未彻底扩散开来的时候做，等到疫情一旦失控，就已经来不及了。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